出差归来，我身心俱疲，只想亲亲女儿软嫩的脸蛋回血。然而，刚向女儿伸出手，女儿一脸惊恐地转身抱住婆婆，我讨厌你。我维持着原本的动作，愣在原地。在婆婆鼓励的眼神中，女儿哭着喊道，你一年到头不着家，别人的妈妈都一直陪着宝宝，你不是个好妈妈。其他小朋友还说我不跟爸爸姓，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。我慢慢直起身，森冷的目光扫过难掩得意的婆婆和事不关己的丈夫，好好的富贵日子不过，非要给我找不痛快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父母意外离世后，我继承了家业，繁杂的事务和难缠的公司老人让我身心俱疲。为了调剂，我找了个年轻帅气的男朋友。李凡成温柔贴心，英俊帅气，很好地缓解了我的压力。在我最艰难的那几年，他像一朵解语花，让疲惫的我有了个舒适的港湾。等一切稳定下来后，我春风得意，心情极佳的我看着依然年轻帅气的李凡成，突然就有了结婚的念头。我也确实需要一个继承人。圈内男人心思如山路，九转18弯，难以把握。当代社会，商业联姻就是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3无合同。和圈内男人结婚，隐患重重，而李凡成好把握，容易满足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没资本反对孩子随母姓，持家的继承人当然要姓池。于是我们结了婚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如果婚姻生变，他分不到我1分钱。李凡成没有反对，他家境平平，和我结婚是他唯一跨越阶层的机会。只要不离婚，他就可以一直享受富贵优渥的生活。我很忙，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。我这边邀请了我的主要商业伙伴、部分同事和朋友亲属。李凡成想回老家再办一次，我实在腾不出时间，就拒绝了，只同意报销他亲戚朋友往来的路费和住宿费。他算得上是入赘，我自以为已是仁至义尽。至于婚礼上婆婆言语中藏的刺，我忙着和商业伙伴联络感情，也无暇顾及。左右我们不会住在一起。婚后不久，我怀孕了，我依然很忙，但为了孩子，我到底减少了工作量，在家的时间长了一些。为了缓解我的压力，李凡成学了推拿按摩。我躺在沙发上，他轻柔地按压我的头部，轻声道，你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。我闭着眼睛享受他专业的手法，那么多人靠我吃饭，我停不下来。李凡成顿了读，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，珊珊，你为什么不能多依赖我一点呢？我睁开眼睛，看他一眼，又合上眼睑，懒懒道，青池集团没我不行，可我们是夫妻。李凡成轻轻叹息，我不忍心看到你这么辛苦，不管别人如何，我永远是你这边的，不是吗？那可不一定。我轻笑，推开他的手，坐起了身。他动作一僵，不再继续刚刚的话题，轻声道，让我妈过来照顾你吧，她有经验，你会舒服一点。我语气有了敲打的意思，你妈只有1次经验，专业的月嫂有几10次经验，到底不是自家人。李凡成握住我因怀孕有些水肿的手，双眼诚挚地看着我。我只是希望你好，对我而言，你的母亲和月嫂都是陌生人。我冷声道，2个陌生人，我是选知情识趣拿钱办事的专业人士，还是选观念陈旧、性格强势、不只想要钱的业余家庭主妇？李凡成受伤地看着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无动于衷地看着他，
是他先越界的。李凡成到底先败下阵来。他低声道：好吧，其实是我在这里有些寂寞，想让我妈过来陪我。我思考了一瞬，也罢，月嫂保姆毕竟不是自己人，难保私下里不尽心。李凡成以后得承担起养育孩子的主要任务，而社会新闻上多的是脏心烂肺的保姆，总还得有孩子的亲人盯着，满足他一个心愿，未尝不可。我于是说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很忙，在家里只想休息，我的时间很值钱，不想浪费在别的地方。你的母亲可以来，但是不能打扰到我，明白吗？李凡成眼睛一亮，乖巧应是。李凡成的母亲杨凤莲就这么住到了我的家里。李凡成能在我身边待这么多年，到底是知情识趣的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杨凤莲极少出现，出现也只是满面笑容的打招呼。一切家务有保姆，她平日无所事事，拿着我给李凡成的副卡买，我也懒得管，不给她面子，也得给孩子的奶奶面子。保姆告诉我杨凤莲偷偷打听孩子性别的时候，我也只是嗤笑一声，没管。左右这个孩子不跟他儿子姓，是男是女都不是他家香火。我顺利生下了女儿，满身疲惫地躺在病床上。我隐约听到杨凤莲不满地嘟囔什么，而李凡成小声地解释。最后，杨凤莲提高声音，算了，女儿就女儿，反正她有钱调养身体，让她赶紧再生一个儿子。李凡成，妈。他把杨凤莲拉了出去。我闭着眼睛，莫经历思考，很快睡住了。孩子户口上的不太顺利，毕竟是池家的继承人，我第一也是唯一的孩子，在他的名字上，我下了很多功夫。产前几个月，我工作间隙，都会见缝插针地打开字典、诗经、楚辞等等书籍，精心挑选孩子的名字。最后，我定了2个字，汉淼。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，注定锦衣玉食，但人不可能一生顺遂。我希望他知道，我们终究只是浩瀚世界之中的一点渺小尘埃。他不要眼高于顶，不要横行无忌，而要低头环顾，脚踏实地。如此，哪怕真遇到挫折，也有迎难而上的勇气。池家的继承人，不可以是温室里的花朵，不可以是目空一切的二世祖。月子里，杨凤莲百无聊赖地逗弄着孩子，月嫂去泡奶粉，李凡成和保姆出门买东西，屋中只剩我们2个人。杨凤莲忽然问：小池儿，宝宝的大名想好了吗？我们这边一般是先起个乳名叫着，再慢慢商量大名。女儿的乳名是妙妙，也是我定好的。我还在处理工作，头也不抬，想好了，池汉淼。杨凤莲愣住了，我听到她干巴巴地说：姓池啊，也好也好，女孩嘛。她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月嫂回来了。她到底是默忍住，妙妙一出生就吃奶粉，一口母乳不吃，以后会不会身体不好啊？月嫂笑着说：杨姐，好多孩子吃奶粉长大，身体倍儿棒呢。杨凤莲又转了几圈，看着女儿喝奶粉，又忍不住说：妙妙一个孩子也挺寂寞的，小池打算什么时候再生一个，一儿一女凑个好字，咱家也不是养不起。名字他爷爷都想好了，就叫李。月嫂的动作一读，我笑了，生一个我都堆积好多工作了，不会有第2个了。如果是李凡成，大概就住嘴了。但杨凤莲到底是默忍住，孩子不随爸爸姓，以后同学问起来怎么办啊？人家还以为你是2婚呢。月嫂想了想她的高薪，替我开口，现在好多娃娃随母姓呢。再说，池多好听啊，好多小说都爱给主角用这个姓呢。我也笑吟吟地开口：杨阿姨，要是没时模式，你就回去吧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不需要你，
当天，杨凤莲就破防了。她到现在连一声妈都不叫，就生一个臭丫头片子，不肯生二胎就算了，孩子还不姓李，她爸妈怎么教的？一点教养没有。要不是她非浪费钱请保姆月嫂，我非得给她点颜色看看。李凡成焦急道：妈，你小声点，她嫁进我们老李家，不是公婆也就算了，孩子都不跟你姓，她连奶都不喂，哪有点女人的样子？妈，她还说这里不需要我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有点臭钱尾巴翘天上去了，我还不乐意来呢。那你就走。母子俩动作一僵，慢慢转过头，看到了我。我提了提披肩，慢悠悠道：莫人逼你来，不是吗？李凡成最先反应过来，连忙上前：珊珊，我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有点生气，你看这是闹的。我说：我不管你们怎么吵，别扰了我的清静，我不想再看到她。对了，有空你去把孩子户口上了。杨凤莲还想说什么，李凡成用力扯了扯她的手，她终究是默吭声。他们一起出门了。很快，我收到司机发来的消息，杨凤莲要李凡成把孩子名字登记成李姓。俩人在派出所门口吵起来了，杨凤莲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，李凡成坚持登记了池姓。登记完，李凡成就让杨凤莲立刻买票走，缺什么东西另外买。李凡成还算懂事，我晒着太阳翻了页书，如果不暗示我让他进青池集团工作就更好了，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过。我依然很忙，出了月子就继续工作，孩子主要是李凡成带，为了不让孩子吵到我睡觉，他的黑眼圈越来越深，莫以前好看了，但毕竟是为了带孩子，我当然不会计较，只是又请了个保姆，让2个保姆日夜轮班给他分担。妙妙很喜欢妈妈，亲近母亲是孩子的天性，妈妈在家的时间短，她很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间，一看到我就笑，她总能轻易治愈我的一身疲惫。我亲她的时候，她总咯咯地笑，肉嘟嘟的小脸蛋主动往我嘴边递。她一点点长大，学会站，学会走，学会简单的音节，学会说话。李凡成抱着妙妙笑着看我的照片，被我设为壁纸，工作累了就看一眼，只要一眼，就有了无穷的能量。只是，李凡成又开始旧事重提，他想进青池集团工作，我依然没有同意。这次去美国出差，我待了3个月，女儿已经4岁，保姆尽心，我没时磨不放心的。刚到美国没多久，保姆告诉我李凡成把杨凤莲接过来了，我没有在意，我不在家，他无聊了，可以理解，他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在我回去之前把人送走。只是杨凤莲这次似乎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，仗着我不在家，对保姆颐指气使，这可就不对劲了。我们池家只是乘着时代的东风，加上一点自己的本事和运气，才有了这样的产业。华国祖上3代几个不是农民，我们自己也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，何必对打工人如此苛刻？哦，杨凤莲自己也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我给李凡成打了个电话，他依然温柔，对我体贴备至。闲聊完，我状似随意的开口：你妈来了。李凡成顿了读：是的，对不起珊珊，我只是来就来了。我打断他：程姐和徐姐都是朋友了，平时工作也勤勤恳恳的，对妙妙也好，给人涨点工资，待遇好点。李凡成低声道：好。他应该是明白我言下之意的。我不知道的是，他挂断电话，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劈手拿起花瓶砸到了地上。我没想到，几天后，徐姐告诉我，杨凤莲辞退了他。
我有些生气。电话接通，李凡成那边有点吵，他似乎喝了酒，声音有点沙哑。池青山，李凡成。那边顿了读，李凡成似乎清醒了一点，连忙道：珊珊，你怎么打电话来了？我难得的直奔主题，你把徐姐辞了。李凡成轻笑了一声，徐姐本来就是妙妙小时候，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你才请的。现在妙妙大了，还有我妈搭把手，2个保姆有点多余了，你的理由不成立，请回来。我说，妙妙很喜欢2个阿姨，不差这点钱，莫必要让妙妙哭鼻子。珊珊，请回来。我抬高声音，那边似乎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声，我没在意，等待李凡成的回答。几秒的沉默后，李凡成笑着说：好。挂了电话，我揉了揉额头，不对劲，还有我妈照顾，这是想找机会让杨凤莲长期留下来。要不是杨凤莲懒得做家务，她是不是连程杰也不想留？我自认为待李凡成不错，不限额的副卡，随便他刷，昂贵的礼物，我常常买来送他。不触及底线的情况下，我言语都很给他面子，极少让他难堪。即使他做了让我不高兴的事，我也会轻描淡写地暗示他，从不明说。恋爱3年，结婚5年，8年的感情，我从没对他红过脸。他的要求我也尽量满足，唯一没有满足的，只有他想进青池工作的事。青池不是家族企业，而且在我接手后，我也在极力避免任人唯亲的情况，为此还清退了不少人，背上了不少骂名。我唯才是举，不可能让从没工作过的李凡成进入青池。虽然司机和保姆都会给我传达一些消息，但我没有让他们监视李凡成的意思。我又不是变态，他们只在关键问题上告知我一声，很有分寸。李凡成在这段感情里确实是在下位，但我给了他足够的钱和尊重。如果这样还不知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果然，男人结了婚，慢慢都不演了。如今有了孩子，孩子亲近他，他恐怕以为绑定了我，开始试探我的底线了。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他在婚姻中的付出我很满意，懒得也没有精力改变目前的生活现状。至于越过雷池的脚，撞到铁板就知道疼了。回国后，我立刻回了家，虽然可以视频，但隔着半个地球，我亲不到女儿的小脸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女儿最近不愿意和我视频，我已经有好几天只能看保姆发来的视频解相思之苦了。李凡成知道我回来，司机也早早在机场待命。我在车上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，放空大脑，惬意道：几个月末回来，怎么感觉整个城市都不一样了？司机笑着说：池总是太想女儿了。是啊，我太想我的小妙妙了。我很高兴，高兴地哼起了小曲。司机笑着把音乐调到我最喜欢的几首，跟我一起轻轻吟唱。2道女声在车内小鸟一样横飞直撞，犹如我雀跃的心情。这心情在我下车的一瞬间烟消云散。别墅门口花园的花草被全部挖出，灰头土脸扔了一地。杨凤莲在往土里撒着什么，我凝神细看，是蔬菜种子。我通知了李凡成，我回来了。他没有把杨凤莲送走，相反，3个月，杨凤莲似乎真把这房子当成自己的了，甚至专门挑在我回来的这一天挑衅我。当务之急是看女儿，我不想刚回来就在女儿面前发脾气。大人的事，大人自己解决。我微微沉了脸，叫她杨阿姨。杨凤莲仿佛才看到我的样子，笑着看向我：哎呀，小池回来了。司机把行李箱带过来，我接过，向他点了下头。
司机也看到了我萧条的花园，欲言又止地看我一眼，转身上车。我的花园是和园艺公司合作，他们定期上门打理的，每年单买苗木的费用都不是个小数字。我冷冷瞥杨凤莲一眼，没有说话，直接进了屋。杨凤莲洗了手，笑吟吟跟着进了屋。屋里很乱，我扬声叫了几句，程姐和徐姐都不在。杨凤莲笑着说，我让他们休假了。我看她一眼，问妙妙呢？杨凤莲一指2楼儿童房。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，想到女儿肉嘟嘟的小脸和甜甜的笑，我几乎要飞起来，把行李箱一扔，快步上楼。儿童房的门是开着的，妙妙和李凡成都在里面，似乎在玩乐高。我走进去，笑着伸出手，妙妙，妈妈回来了。然而，女儿一脸惊恐地避开了我的手，她哒哒哒跑出房间，抱住紧跟着我的杨凤莲，黑曜石一般的眼睛惊恐地看着我，我讨厌你。我维持着原来的动作，愣在原地。在杨凤莲鼓励的眼神中，女儿哭着喊道，你一年到头不着家，别人的妈妈都一直陪着宝宝，你不是个好妈妈。其他小朋友还说我不跟爸爸姓，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，都怪你。我慢慢直起身，看了眼无动于衷静观其变的李凡成。第一件事，打电话给助理，把李凡成的卡停了。两个人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，立刻愣住了。女儿还在抱着杨凤莲哭，我含笑道，还真是给我送了份大礼啊。怎么？这是在干什么？逼宫。我双手抱胸，微笑着看着他们，我不让你走后门。玩上逼宫了。4岁的小孩哪能自己说出这么一长串的话呢？必然是这2个成年人一句一句教的。女儿不久前还在甜甜的叫我，可怜巴巴的叫我早点回家，怎么会这么快改了态度呢？4岁的宝宝，短短一段话提了2个离谱的要求，一是要我减少工作回家，然后呢，把工作交给他爹吗？二则是姓氏，为了方便他们行事，他们甚至特意给保姆放了假，这是打定主意，3个人对付我一个，逼我就范呢。宝宝都4岁了，还贼心不死呢。李凡成连忙起身，这是怎么了？刚回家就闹成这样，女儿只是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，怕生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杨凤莲却不知死活地开了口，哎呀，你看宝宝这个样子，其实很好解决的嘛，你再生一个姓李的男丁，人家不就都知道一个跟爸姓，一个跟妈姓了。我没理他，直接走过去，一把把女儿抱起来，高高往天上轻轻一抛，再接住，女儿立刻忘记了哭泣，咯咯笑起来。小孩嘛，立刻就忘了刚刚发生了什么，奶奶爸爸交代了什么。软软的小手搂住了我的脖子，我抱着女儿，笑着下了楼。我没有挂断电话，只是把手机塞进了口袋。助理正在带人赶来的路上，他必然也通知了司机，而司机根本没有离开，他就在附近待命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我不知道这2个人能做出什么事来，毕竟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杀了我就能得到。而如今，至少这一刻，我孤立无援。珊珊，珊珊，我妈确实说错话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，她也只是心疼宝宝。我刚到客厅，司机已经开门进来，他当然知道我的家门密码。我的司机是退役军人，当年在部队也是响当当的巾帼女兵，有他在，我放心了不少。我放下女儿，向司机说，保姆都放假了，就让他们好好玩吧。这几天你辛苦了，加个班。司机爽朗一笑，过来捏了捏妙妙的小脸蛋，妙妙有没有想妈妈？妙妙刚要点头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迟疑地看向杨凤莲和李凡成。
我含着笑，慢条斯理地打开某个尘封已久的软体，在两人茫然的眼神中，调大音量，开始翻监控录影。李凡成的瞳孔瞬间放大。我知道，他想起来了，我刚生完孩子，担心月嫂保姆不负责，在家里装了几个监控。后来，月嫂和保姆太负责了，这件事就被我忘了。李凡成知道，但这事儿是我让助理做的，他没经手，只听了一耳朵，没往心上去，他也忘了。李凡成上前，强笑道：“珊珊，你刚回国，想吃点什么？我手中动作不停，你做的墨橙节好吃。”为了讨好我，李凡成专门去学过厨艺，但这玩意儿也是看天分的。他做的菜还可以，但也没到好吃的地步。况且，结婚后，他就没怎么进过厨房了。李凡成僵了一下，又强笑道：“珊珊，妙妙很想你，要不我们一起带她玩吧？”就在这时，助理到了。为了方便，我给他在附近安排了房子。我把女儿交给助理，他心领神会地接过妙妙，哄道：“姨姨带你去抓娃娃好不好？”女儿恋恋不舍地看我一眼，可是，妈妈，李凡成赶紧说：“是啊，珊珊，妙妙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你多陪陪她好不好？”杨凤莲愤愤不平：“你男人肯给你做饭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摆脸色，还把你老公卡停了，真是……闭嘴！”李凡成忽然暴怒，狠狠瞪了杨凤莲一眼。杨凤莲愣住，讪讪住口。我亲了口女儿：“妈妈有事情要处理，等等妈妈，好不好？父母吵架，最好别让孩子听到。”李凡成连忙道：“妙妙，你别走，你不是画了画还做了彩泥小蛋糕要给妈妈吗？”妙妙眼前一亮，正要开口，我看了助理一眼，助理捂住了他的耳朵。助理低下头，朝他轻柔一笑。与此同时，我抬头，对上李凡成满是惶恐的双眼。李凡成，你在试图拉妙妙当筹码，我会让你悔恨终身。监控保存了1个月的录影，这足够了。助理带走妙妙之前，拿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，方便我更好地查看监控。我关闭手机，慢条斯理地将时间调到和妙妙最后一次通话后。快进！司机站在我身边，保镖一般，毫无波澜的双眼定定地看着母子二人。李凡成多次试图开口，都被司机直接制止。杨凤莲心疼儿子，大骂出声：“你个婊子养的贱女人！儿子你怕他干石磨，打几顿就老实了，他还真敢拿我们怎么样吗？我跟你说池青山，你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已经被司机按倒在地。司机露出了和善的微笑。正值夏天，他穿着短袖 T 恤，动作间肌肉充血，展现出漂亮的线条。李凡成在旁边打了个哆嗦：“老嘴巴。”他轻言细语：“闭起来。”杨凤莲还要张口，司机微笑道：“或者我帮你缝起来。”杨凤莲也打了个哆嗦。与此同时，他尖利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：“什么你的女儿？那贱妮子跟她婊子娘一个姓，根本不算我们李家的重。”空气仿佛冻结，整个屋中只听得见杨凤莲难听的声音：“她不想生你就把套扎了，我就不信她怀了舍得打掉。”李凡成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他真下得去手？”杨凤莲顿了毒，骂道：“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连自己儿子都舍得打，别什么儿子不儿子了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我进公司，让他退出来相夫教子。等我掌了权，哪个女人不能生？他能乐意，他公司都不让你进，股份什么的能给你。”砰的一声，李凡成一拳砸在墙上，然后吃痛地缩回手。杨凤莲连忙心疼地上来给他揉，
老子给他伏低做小这么多年，他连个职位都不给老子，老子天天给他捏肩捶背，别人背地里都笑话老子是个赘婿。一个女人天天不安于世，都不知道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了。都结婚了，自己享享清福，公司给我管不好吗？还一天天说忙不让我碰，妻子的义务一点都不履行。杨凤莲问，你前2天不是？李凡成忽然沉默了，半晌，他咬一咬牙，妈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很快就要有儿子了。杨凤莲愣住了，他半晌才回过神，惊喜道，哎呀，我有孙子了，太好了，你爸这下不会打我了。李凡成瞪他一眼，双眼血红，以池青山的性格，他要是知道了，我们讨不着好，你给我把嘴闭紧，明白吗？杨凤莲连连点头，喜不自胜。李凡成慢慢道，你好好轰轰妙妙，让妙妙留住池青山，我再慢慢找机会进公司，等我熟悉了，再想办法，到时候青池不都是我们李家的了吗？杨凤莲惊愕抬头，你是说，这不好吧？李凡成举起右手，指着别墅的每个角落，看见了吗？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大的家业，没有一片叶子是真的属于我们的。杨凤莲面露纠结，但她妥协了。死寂，李凡成整个人瘫软在地。他不是傻子，或者说，他其实非常了解我。我平静地拖动进度条，找到另一段录影。妙妙，你想不想妈妈、奶奶和爸爸一直陪着你？池汉淼睁着黑葡萄一样的双眼，乖乖点头。奶奶告诉你，你只要按奶奶说的做，妈妈就会一直陪着你了。李凡成只让他教了前半句，不知是出于私欲还是恻隐之心，他顿了毒，教了另外一句。他不喜欢这个儿媳妇，但也没必要杀人啊。池青山也真是，生个儿子姓李就能解决的事儿，有必要闹成这样吗？逼得他儿子都要杀人了。他一遍遍教给池汉淼，池汉淼跟着念，迟疑道，奶奶，这句话好凶啊，妈妈会不会伤心？杨凤莲顿了毒，忍不住揉了揉小姑娘软嫩的小脸，叹息道，你凶了妈妈，妈妈伤心了，才能下定决心陪你，你妈妈让步了，我们这个家才能圆满啊。池汉淼抬头看他，可我不想让妈妈伤心，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想让妈妈伤心。杨凤莲的脑中忽然闪过了儿子狰狞的脸，她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女人本就不该抛头露面，你是在救妈妈，知道吗？又是死寂。我将几段录影另外保存，上传云端，一连备份了好几份，才平静地看着他们母子2人，谢谢你们，把谋杀未遂的证据送到我手上，这其实是吓唬他们的。他们确实有故意杀人的合意，但是犯罪甚至没进入预备阶段，犯罪讲主客观相统一，他们这一点客观都没有呢。报警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，但是这一段录影在手，能做的事还是很多的。李凡成忽然开始痛哭流涕，珊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那都是气话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怎么可能下得去手？我含笑看着他，那你外头的儿子呢？打掉，我马上让他打掉。李凡成急忙说，都是我的错，珊珊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只犯了这一次错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妙妙不能没有爸爸，我单手托腮，可是妙妙更不能有一个谋害枕边人的杀母仇人爸爸。李凡成哭得很丑，珊珊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小心喝多了酒，我怕你生气才有了不该有的念头，我马上就后悔了，真的，我只想和你好好的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9年的感情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杨凤莲呆呆傻傻地看着儿子，有点发懵。好啊，
我一口答应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李凡成一愣，不可置信地喜出望外，珊珊，我就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给你一个不踩缝纫机的机会。我指节轻敲桌面，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，妙妙成年之前，不许再出现在他面前。李凡成惊恐地睁大了双眼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习惯了我的无限额付卡，他怎么可能回归平常的生活？不过嘛，毕竟家务你承担的更多，我打一棒子给一颗甜枣，赶狗入穷巷，必遭反噬，总得给他留点东西。虽然我有司机小姐姐这员猛将，但人总有落单或意外的时候，他都有过杀我的念头了。万一狗急跳墙，跟我来个极限1换1，我亏不亏啊？那么多人的房子、车子、孩子、票子，都还指着我呢。况且，我了解他，眼高手低，他会自己把钱败完的。他自己败不完也没关系，我会帮他的。家务补偿，我按保姆的薪酬翻倍给你。你干的活本来就没他们多，这已经是看在妙妙的份上，很便宜你了。加上婚前我给你的，以及这么多年的礼物，你的日子不会难过。我说。李凡成张了张嘴，我打断他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明白吗？即使你不离婚，想要赖着我，你的卡已经被停了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，而你即使报警，远警也不会管。其实我真的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我只是在威胁他罢了。李凡成合上了嘴，沉默不语。好好想想吧。我没紧逼下去，确定视频存档完毕，关了电脑，顺手递给司机，出了门。妙妙，我的妙妙，妈妈来了。离婚后，女儿疑惑过父亲和奶奶的消失，我高薪聘请了家庭教师，时刻陪伴她，平时也尽量挤出时间多陪陪女儿。刚开始，她还因为思念父亲和奶奶偷偷哭过，但是时间会抹平一切。我喜欢快刀斩乱麻，等他再长大一点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父亲做了什么，以及他父亲所犯的错与他无关。我会永远爱他，即使没有父亲，他也不会缺少爱，不是吗？番外，李凡成。往后的无数个日夜，我都在悔恨当时头脑一热说出的话。大学毕业后，找工作处处碰壁时，我偶遇了池青山。他确实是个青山一样的人，正直、坚韧、强大，却又不乏柔情。我忍着屈辱，小心翼翼地讨好他。当时，我想的是，先在他这里过渡，等找到工作，我再找机会离开。可人是有惰性的，见惯了纸醉金迷后，我看不上那些普通且累人的工作。几番挑剔后，我干脆老老实实陪在了池青山身边。这时候，我想的是，多从他这里捞点钱，回头蹭点他的人脉，自己做点生意，说不定也能当个老板。再后来，日子太舒服了，我忘记了这回事。然后，他提出了结婚，这让我喜出望外。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和我结婚，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只是玩玩。富贵的生活，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拥有了。此刻，我想的是，安安稳稳地过完这富贵的一生。可是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女儿出生的时候，我是失望的。池青山说出女儿名字的时候，即使我早有预料，我仍感到无比的失落。我强打精神，帮着照顾女儿。可是，我爸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勃然大怒，打电话把我和我妈大骂了一顿。我妈本来就不高兴，被我爸骂过之后，她赌了一口气，胡言乱语让池青山冷了脸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把他送回老家。即使我知道他会被我爸打，心中的某种野望在悄悄滋生。不，
或许它早就存在，只是被富贵安乐和现实压制，没有生长。可是，第无数次从池青山手中接过礼物，我笑得开心，心中却又一次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是我送池青山东西，该多好！这一切，如果本就是我的，该多好！池青山只是个女人而已，如果我进入公司，不一定比她差。对啊，女人本来就该相夫教子，以夫为天，就像我妈一样。于是，我一时冲动，趁池青山不在，把我妈接了回来。我妈哭诉自己挨的打，我看着她身上的伤痕，脑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：如果这些伤痕在池青山身上，她生得白，不像我妈这样又老又丑，皮肤又黑又粗糙。池青山满身伤痕，满脸痛苦哀切地看着我。回过神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婚了。这一场婚姻犹如黄粱一梦，但我手里确确实实有了大笔的财富。我忽然愤怒起来，池青山凭什么总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态度？如果我手里也有钱了，他还敢那么对我吗？我决定创业，我要向池青山证明我不比他差。至于那个儿子，我给了女人一笔钱，让他打掉了，能讨好池青山那么久。我不是个傻子，虽然池青山赶走了我，但妙妙毕竟是我的女儿，真有了儿子，他们肯定就彻底不会原谅我了。保持单身，说不定妙妙以后还会帮一帮我，说不定还能让我和池青山重婚。池青山一直很爱妙妙，至于儿子，男人60、70岁都能生，不急于一时。我创业失败了，池青山说，妙妙成年之前，我不可以出现在他面前，但我走投无路了。为了创业，加上我习惯了奢侈的生活，我借了很多网贷，如今已经还不上了。而创业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，年近40，我一事无成，还背了一身债务。为了帮我还债，我妈没日没夜的打工，我爸依旧只是钓鱼喝酒。我实在没钱了，可是妙妙和池青山有啊，只要能见妙妙一面，逼池青山拿点钱给我，我就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我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别墅区，在外面蹲守，没办法，高档别墅区不许生人进入。蹲了很多天，我没有见到他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离婚不久，他们就搬走了。我就去几个高档学校和青池集团门口蹲守。我又见到了池青山，她依然漂亮利落，气场强大，但我根本靠近不了她。我知道她不会心软，只想跟踪她找到妙妙。妙妙那么喜欢爸爸，我把她带走聊一聊，她一定愿意帮助爸爸的。但我莫能成功，我被池青山的司机发现了。很快，我被远景带走了。创业期间，我做了一些不太合法的事情。我没想到的是，池青山居然这么阴险狠毒。很久很久之后，我得知，池青山曾发出一句感叹：还好我女儿不需要考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